从今年年初开始，我就一直不断地说，2023年命中注定将会风云激荡，很多事情之前想都不敢想的那种，在今年都可能发生。刚刚就传来这么一条诡异的消息，北约各成员国已经达成共识，同意将现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任期再延长1年。消息还说，下周时北约将正式发布这一消息。光看消息，可能有人还没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。如果换个说法，就更清楚了。作为全球最大的军事集团，北约现在甚至连他的新秘书长都推举不出来了。听上去是不是像个大笑话？这条消息看上去好像没什么，其实是那种北约成员国之间从表面看不出，其实早就白热化的内讧，还个怀鬼胎，甚至连拜登都没法搞定。为啥这么说？我们就来看看从去年以来，围绕北约秘书长这个职位，各国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勾心斗角。对北约秘书长这个职位，先跳出来的暗中活动，说自己想干的是2个人，一个是爱沙尼亚总理卡亚·卡拉斯。说起爱沙尼亚，大家总会想到这个词，波罗的海3小国。这国家确实很小，面积只有4.52万平方公里，人口133万。如果光从人口来看的话，也就中国1个县的规模。看到这里，有人可能要说了，这么小国家的总理也不照照镜子，还想来当北约秘书长？但人家不这么想，爱沙尼亚虽小，但卡亚·卡拉斯可是标准的官2代。他爸爸叫西姆·卡拉斯，当过爱沙尼亚的央行行长，之后从政，创立了一个党，名叫改革党，然后当了爱沙尼亚的外交部长、财政部长，之后又当了总理。西姆·卡拉斯此人挺长袖善舞的，当完爱沙尼亚总理后，又当上了欧盟委员会副主席。卡亚·卡拉斯能当上爱沙尼亚总理，背后就有他爸爸的影子。既然有这么厉害的爸爸，为啥他不能争取一下呢？所以俄乌战事起了后，对俄罗斯，卡亚·卡拉斯就表现得非常激进。比如他说，我们欧盟国家冻结了俄罗斯的资产，这太不够了，我们还要把它们彻底没收，然后送给乌克兰。他还说，我们要努力扩大军备生产，支援乌克兰。简直就是一副坚决走在美国前面，美国眼神刚动，他就立刻行动的模样，是绝对的强硬派，就只差宣布和俄罗斯开战了。另一个人是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里斯蒂亚·弗里兰。到这地步，他也不藏着掖着，直接亮出家底来了，知道吗？我们家本来就是乌克兰人。他还说，知道我爷爷是干嘛的吗？年轻时曾经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。什么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？如果用2个字来形容，那就是苏奸。当年苏德战争时，德军占领了乌克兰地区，当时就有乌克兰人跳了出来，和纳粹合作，杀了很多犹太人、波兰人，还有乌克兰人本地。后来苏军反攻，这些人大部分被歼灭。克里斯蒂亚·弗里兰的爷爷运气好，想尽办法从欧洲逃到了加拿大。看到这里，大家应该能看出这2人主打的是什么牌了：抗俄牌、援乌牌。这2张牌打出，在欧美政坛可是谁都不敢公开说个不字的啊。结果啥用都没有，反而起了反效果。英国《卫报》后来就悄悄地透露了消息，这2人打着这2张牌跳出来后，很多人都摇头。《卫报》是怎么说的？作为反俄和扩军先锋，卡亚·卡拉斯或许并不是这一职位的理想人选，因为北约秘书长需要非常重视维护联盟内部团结，化解分歧，并公开否认任何分歧。啥意思呢？就是说卡亚·卡拉斯太激进了。克里斯蒂亚·弗里兰呢，刚一出场也被否了，但刚开始没说理由，后来就透出风来了。北约早就对所有成员国提出要求，说成员国把 GDP 的2%投入到国防，加拿大没做到。连这最起码的要求，克里斯蒂亚·弗里兰都没法促成，他怎么能当北约秘书长呢？看到这种理由，克里斯蒂亚·弗里兰肯定欲哭无泪。加拿大4周可都是美国啊！加拿大如果加强军备，唯一有可能针对的潜在敌人会是谁呢？
正是美国呀。不想让他干，可以别处找理由，干嘛用军费这么个清新脱俗的呢？所以还是觉得这两人太激进，可能把大家拖下水。明白了这一点后，卡亚、卡拉斯和克里斯蒂亚·弗里兰肯定欲哭无泪。其实我们只是个演员啊，只是揣摩着大家的心意，倾情出演而已。你们干嘛那么认真呢？但没用，这两人出局。有了前车之鉴后，又一个人出场了。这人是丹麦首相梅特·弗雷泽里克森。前面两位做事毛毛糙糙，太鲁莽了，所以他吸取了教训，做起事来就要细腻的很多。他先吸取克里斯蒂亚·弗里兰的教训，增加国防开支，让他达到了占 GDP 200分号这个目标。而平时呢，也不咋咋呼呼，而是默默地援助乌克兰。在援乌排行榜上，小小的丹麦居然排名靠前。还有一件事也挺重要的，在北溪管道被炸这件事上，他默默地替人擦了屁股。要知道，这管道就是在丹麦海域被炸的，丹麦人刚开始就参与调查了，投名状算纳上了。之后他又去了美国，先和拜登会晤，谈了近2小时，又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·伯恩斯搞了场单独会晤，也就是专门去美国一趟，搞了场面试。这小心思动的真叫一个绝呀！据说拜登对他也是赞赏有加，觉得他很成熟，善体人意，对他非常看好。梅特·弗雷泽里克森玩得这么有招有势的，让一个人急起来了。谁呢？我们的老熟人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，7个葫芦娃他妈。他今年欧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就要卸任啊，必须要找好下家呀。他早就瞄准北约秘书长这个职位了，更何况从俄乌战事一开始，他就非常强硬，直接介入了战争，带着欧盟对俄罗斯发起了多轮制裁，对美国那真叫一个忠诚啊！甚至被不少欧洲人骂，你就是个美国护照的欧洲人，怎么可能维护欧洲的利益？但这种说法，冯德莱恩从来不管。为啥这么说？因为北约秘书长这职位最后是美国人说了算，你欧洲人怎么看怎么说重要吗？根本不重要嘛。但他这么一来，美国人就有那么一丁点犹豫了。梅特·弗雷泽里克森固然成熟，但论亲美还得数冯德莱恩啊。结果谁也没想到，就在这关键时刻，突然冒出一个人来，把冯德莱恩给告了。谁呢？是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·巴尔丹的比利时智库专家。他是这么说：疫情刚开始起来时，在疫苗采购问题上，冯德莱恩曾违规和美国企业谈判，结果欧洲老百姓买到了高价疫苗，他和美国医药复合体却从中搞到很多钱。关键时刻，如果正好又出了巧事，那10有8九肯定背后有事。弗雷德里克·巴尔丹背后站的就是他一个人吗？显然不可能啊！这就等于警告冯德莱恩，在竞争北约秘书长这事上，你要是再不收手，那我们可就要出手了，说不定会搞反腐哦。这种事，冯德莱恩早年就遇到过。他曾经干过德国国防部长，正当他雄心勃勃，想要当默克尔的继承人时，突然有人跳出来说他早年的博士论文大部分是抄袭的。他立即非常识相地绝了这方面的念头，然后对方也没追杀到底，结果他就干了欧盟委员会主席。所以当弗雷德里克·巴尔丹出来后，冯德莱恩就立即知趣地闭嘴神隐。到这时，按道理说，梅特·弗雷泽里克森差不多就稳了。结果搞笑了，明明北约秘书长的职位快要到手了，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。谁呢？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。之前我说过，在俄乌战事上，英国其实表现得比美国还积极，比如说不遗余力，不断加码，是乌克兰提供援助的第2大国家，他承诺提供的援助数量也很大。而且华莱士也挺老牌的，他从2016年起就一直当英国国防大臣，也算是4朝元老了，经历了梅、约翰逊、特拉斯和苏纳克4任首相，搞国防的经验比上面说的其他人要足得多。结果呢，又出事了。先是欧盟一大堆国家跳出来表示反对，尤其是法国总统马克龙，理由是
我们希望由一名欧盟人士担任这一职位，而英国早就脱欧了。而且更狠的是，马克龙说这话前还和欧盟大多数成员国通过气，他们基本都表示支持，其中还包括德国。美国人就说了，这是很难办啊。看到这里，是不是觉得对这事美国确实很难一碗水端平？如果这么想，那就错了。为啥这么说？大家不妨去想一想，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，都离英国很远啊。为啥在所有国家里，对援助乌克兰，英国几乎是最起劲的呢？去年我就说过了，在乌克兰，其实英国人介入挺深的。这种介入深，就意味着背后有利益。换个角度来看，就是在乌克兰这事上，英国人和美国人其实暗中在斗，在抢利益。所以很快就有消息传出来，美国军方人士对华莱士不满，因为他试图操控乌克兰方面行动的节奏。啥意思？就是美国担心在乌克兰自己花了那么多钱，费了那么大的劲，别到最后摘桃子的人反而是英国。所以美国军方一直防着英国人，法国人不也正好在反对吗？这是正好想睡觉，就有人送来枕头啊，所以华莱士就这么出局了。但美国和英国虽说相互猜忌，从表面上总得装得像个兄弟国家吧。所以一碗水端平，连带着梅特·弗雷泽里克森也没戏了。于是结果就显得特搞笑，大家斗了这么一大圈，很多人挤破头的结果，居然是到最后连个北约秘书长都选不出来，然后还得斯托尔滕贝格继续连任。为啥用继续二字？因为斯托尔滕贝格不是这一次连任，因为北约内部矛盾重重，他已经延长任期过2次了。堪称北约秘书长的连任之王，他是2014年开始就担任北约秘书长的，本来到2019年他就该卸任了，结果他上任没多久，英国脱欧了，而且为了脱欧后的分手费，英国和欧盟闹得很僵，简直成天在乱撕。北约秘书长是要所有成员国都同意的，这种时候换北约秘书长，肯定是欧盟支持的，英国反对，英国支持的，欧盟反对嘛。当时美国总统是特朗普，就叹了口气，说让他延长任期吧。结果到2020年，疫情又来了。当时欧洲也是乱糟糟的，意大利人骂德国人劫了他的防疫物资，德国人骂意大利人说他乱开支，法国骂波兰人。这种时候换北约秘书长好像也没啥意思，于是大家就说 pass， 让斯托尔滕贝格继续留下吧。结果这任期一延长就延了3年。这次延期后，光这一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得干10年。说到这里，就可以来个总结了，还是老规矩，3句话。第一句话是，怎么来形容这事呢？可以说它是个笑话，也可以说它是个丑闻。全球最大的军事集团居然推选不出秘书长来了，还是连续3次。这不是笑话。什么是笑话？这不是丑闻，什么是丑闻？第二句话是，俄乌战事，北约还是最好别下场，否则的话，下场之后就一切都露馅了。在很多人心目中，北约似乎高手如云，强者如林，严谨缜密，精干高效。其实呢，他不但内部机构叠床架屋，还人浮于事，尸位素餐，暗斗不断，官僚程度甚至比英军还猛。毕竟人家英国还是有坦克的，无非是要2个将军才能分到1辆而已。但北约有20多个司令部，互不隶属，相互扯皮，有无数个将军，却差不多连1辆坦克都没有。他早就是个庞大的冷战老僵尸了，要不然马克龙也不会说他早就脑死亡。第3句话是句感慨，明白了这一点后，再看俄乌战争就会越看越诡异。俄罗斯本来要对乌克兰搞去军事化，结果美国说不让，拉着他的30个北约盟国一起下场，给乌克兰猛烈支援武器，31-1，总该稳赢的，结果现在却打成僵局了。前段时间，德国国防部长叫苦连天，说德国军火库里只剩2万发炮弹了，如果俄军大举进攻，德军只能抵抗几个小时。这种状况怎么来形容？
就是北约和俄罗斯在相互给对方去军事化，仗打到现在，双方的小裤衩全都被对方给撕了，啥真相都暴露了。到这里，不得不再感慨一遍，拜登和他的那批人呐，总是胸有成竹，有条不紊地把所有事都搞砸。